你是？军统，暗花。你把他们俩给扣了，这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大了。没办法，大题当前。袁大哥，你得回趟青龙寨，把这里的事情跟大当家的说清楚。而且，我隐隐觉得，有人会对大当家的不利。好，我这就去办。哎，别告诉婴儿，我不想让他担心。我问你们，如果上官豹死了，谁有最大可能接任青龙寨的大当家？要是以前，一定是郑山良。但是现在郑山良已死，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师爷何小便。对，虽然他不善武力，但是每年在他笔下的封赏向来公正严明，一分不差，而且在刀客中的威望也很高。就算现在不是他，暂时的大当家也一定会是他。这个人好说话吗？不好说话，他有时候啊比大当家还强硬。对。如果连这个何师爷也消失了呢？那刀客可就乱了。我可以保证啊，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所有刀客。对。桐山、一番目のとこに連絡して、上官豹と風車弁を共にやっちまえ。はい。二位，以后这三道园就是你们的了。这，明天早上马上派人把黑虎山扣留吴老六和水凌云以及私存黎刚尸体的事情散布出去。我要让青龙寨引起内乱。仰仗田先生，仰仗田先生。是。唐大哥，当家的，你带唐家辈好手100名，尽量带火器，去东半坡设卡。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过来，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刀、枪、子弹，便可以继续逃命。那他们要是不愿意呢？那就先绑起来，稍后再说。是。栾大哥，在。你带栾家川好手100名，尽量带火器，去下平坡设卡。一样，只要见到有逃军过来，就缴了他们手里的枪支和军火。是。当家的，没我什么事儿啊？有，你带200人埋伏在3道园园口，同时再安排100人，一部分换上国军的衣服，都带上短家伙。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被缴了械的、被崔文奎的人拦住，告诉他们在背后放上2枪，然后你就看着他们满山遍野的逮兔子去吧。好主意，我这就去安排。等等，什么事，当家的？这个你拿着。如果明天你们看不见我，你就暂时做这里的当家，只管追杀逃兵的事，其余的不要轻举妄动。这是什么意思，当家的？水寨主吴六爷的事，
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两位当家，得罪了，开门。把家伙还给两位当家。你什么意思啊？咱们之前说好的，黑虎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陪同二位去青龙寨，把事情说清楚。希望我这一次没有瞎眼。把袍子给我拿上。大当家，此事的确有些蹊跷，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吴震会做出这样的事儿。而且我来的时候，吴震亲口嘱咐过我，他觉得有人想对您不利。大哥，我觉得吴震说的有道理。现在洛阳一带战事再起，而且是冲着机场来的。如果日本人提前到过这里，那么他们很清楚，万一您出事儿，再多的刀客都是一盘散沙。把人带进来。走。大当家，这人也是六子营里的老人了，没想到却他娘的是日本人的奸细。你给日本人干了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近来的事情。嗨，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说，青龙寨里还有没有日本人的眼线？说不说都得死。大当家，还是给我个痛快吧。那就是还有了。别说咱们这浩浩荡荡的10万刀客，就是下面的百姓，还有逃难来的难民，都布满了日本人的暗线，您是杀不完的。你是怎么给日本人当上奸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送信的小角色，都是家里人被绑、被逼无奈才干的。还有很多人很早就来了，娶了当地人，甚至还生了娃。他们要是不说，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你告诉我，这里还有谁？你可以不死，我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我知道，大当家的您仁义天下，可是我真的就只知道咱这青龙寨里还有人隐藏得很深，从来没有露过面。具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大当家，我对不起你，只求速死。难怪这一仗打得一场比一场近呢。两军交战，总有一方料敌在先，这仗不输，才是没有天理啊！大当家，这人怎么处置？由他去吧。大当家，大当家，那黑虎山那边怎么办？袁尚飞，你知道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作为刀客来讲，最难做到的一个字是什么吗？定。
就是让你坐住喽，遇事得稳。咋样？啊，有点像不？还行。真的假的？真的，挺好的。姐，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啥呀？就是跟俺娘又学做饭又学剪纸的，跟以前太不一样了。啥不一样？不一样的，有话直说。你看啊，以前呢，像这种东西，别动，别动！哎呀，你要是觉得烦，就早就扔一边了。哪像现在啊，手都不带停的。哎，是不是因为吴大哥啊？啥吴大哥呀？没有的事儿。我学了，我就要把它学好，是不是这个理儿？哦，是吧？哼，还不承认，脸都红了。谁脸红了？这个纸啊，听着你也红。行，你别说我了，你那大老虎练得咋样？你不说，咱还是好朋友。别给我动，你动坏了。我就，哎，好，就看看。这个翅膀怎么老是剪不好？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原野，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在给这日本鬼子做事，可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这日本鬼子。我的父母、兄妹，还有我的老婆孩子，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也就活够了。现在我做坏事，对不起大当家的；我做好事，对不起我的家里人。我天天在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呀？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对得起家人了吗？你的家人如果还活着，也是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任人欺辱。想要保护家人，就要把日本鬼子赶走，让他们这辈子都不敢踏进中国一步。给日本人当狗，再可怜也是可恨。六爷现在就说你违纪。六爷，干什么？恨日本人就去杀日本人。他已经后悔了。他所做的东西是后悔能够赎得回来的吗？那就逼着他不后悔，告诉所有一步走错的人，干脆就错下去，永远都别回头了吗？这话你倒是说得对，刘哥，靠杀中国人是赶不走日本人的。几位当家的，我有个办法，至少能抓住一个日本人。快说！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给他们送信的地方，我却知道。只要咱们提前埋伏好。大家都不要慌乱，传令下去，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视同日本人，格杀勿论。是。关好门窗，不准出门。随意走动者，视为日本人，格杀勿论。关好门窗，不准出门。随意走动者，视为日本人，格杀勿论。姐，外边好像在抓人呢，咱先别出去了。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视作为日本人，格杀勿论。所有。这大小姐的房间喊什么喊？大小姐，等一下，出什么事了？大小姐失礼了。
今天我们抓到一个日本奸细，本来想问一问，没想到被人杀了。那封山令是谁下的？哦，是姑老爷下的。姑老爷？哪个姑老爷？咱们青龙寨不就一个姑老爷吗？姐姐，他在哪儿？应该还在聚义厅。哎，大小姐，外边乱啊！哎，你们别管了，继续找人去吧，俺不出去。哎，去吧。好，咱们走。走。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视为日本人。扶起来。咱们这儿有规矩，没事的时候，除了看家护院的，青龙寨所有人一律不许佩戴长枪。搜，掘地3尺，要把这支枪给我搜出来。大家都听好了，后院马厩不用搜，这个人跑不了这么快，就从东厢这边开始，只要发现有私藏长枪者，立刻绑过来。是。爹，我咋觉得他跟您有点像？等他忙完了，你晚上再去找他。嗯。平时长枪都放在哪儿？后院铁匠仓。听到枪响，我就去查了账簿。这些天，没有人提过长枪。也就是说，有人私藏长枪。没错。我对山寨里的枪都很清楚，每支枪有什么问题，我也都知道。所以，只要找到枪，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咱们青龙寨的。好，我也去看看。爹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嗯。爹，我先陪您回去。兄弟，大当家没开错人，的确有两下子。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前2天你去城里找崔文奎到底做什么？其实六爷你也很清楚，最近机场附近多了很多日本奸细在出没，唯一的解释就是眼看机场行将竣工，日本人在打机场的主意。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去找崔文奎，是这些您都知道。我再说点您不知道的。什么？日军集结了2个旅团，分3路向新安宜阳一线进攻。国军负责防御的是第13军。这跟崔文奎，您想啊，崔文奎才来了几天，说是豫西独立旅，可他手上根本不够1个旅的人手。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帮忙。你去帮崔文奎？当然不是，我呀
是跟他做买卖去了。小子，那我倒想听听你跟他做的是哪道子买卖啊？我们都很清楚，第13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怎么样，我估计这仗只要一打起来，出不了3天，第13军肯定溃败。到那个时候，您说他们会往哪儿撤呢？往咱们这边撤？对了，我跟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黑虎山可以同他的独立旅共同防御日军进攻，但条件是退下来的兵归他，兵手里的枪那可得归我。这他能答应？不然呢？以他现在的能力，不答应他也不行啊。小子，你也太自信了吧！要是加上你也挡不住日军怎么办？日军呢是来抢机场的，不是来炸机场。只要我们退守在机场附近，他们就不会用重武器。日本人强于我们地方发挥不出来，再加上咱们刀客对地形的了解和熟悉，这一仗有的打。就这些？就这些。这些日子，袁尚飞都跟我在一起，您可以问问他。啊，那黎刚那尸体怎么会在你手上？那就要问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了。孙九环和魏17带过来一个人，他就是大当家过寿那天那个做军火生意的人。是他？人他娘的又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噎死。师傅，你怎么了？大个儿，哎，枪都查了吗？查了，都在，1把不多，1把不少。刘师傅，姑爷，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顺便和您聊聊。来，坐。来，辛苦您了，刘师傅。咱们这里有多少把枪啊？步枪532把，土枪107支，还有4门土炮。那子弹呢？子弹啊，步枪子弹5306发，手枪子弹1331发。这些枪弹真要是到了战场上，坚持不了5分钟啊！都是宝贝，还舍不得用呢。对了，姑爷，长枪找到了吗？还没有，所以我想到您这儿来看看。我刚才让大个儿又查了一遍，1把不少。这位兄弟是？他呀，我叫他大个儿。你别看他个儿小，年岁比你大呀。幸会啊。刘师傅，哎，我听说那个日本奸细是您抓到的。是啊。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奸细的？就这小子，最近不怎么守规矩啊。我稍加观察，言语一激，他便露了马脚。大个儿，哎，老李，哎，又这么晚回来呀？半道上撒泡尿，他们没等我。啊，信送到了吗？送了。啊？什么信？你说呢？我没送什么信。原来是这样。
刘师傅，这些零件你有记录吗？这些零件都是一些用废的，平时就放在那儿，只有在修枪的时候。大哥，哎，这些部件仓里还有吗？师傅，还有一些生锈不可用的，都丢在了外面，但这些都没有数。也就是说，这些零件都没数。没有。您这里平时都谁经常来？只有六字营的会过来。啊，再就是寨门的兄弟。但是这些人，你让他们打架拼命还行，组装枪械，万万不可能。还有其他人吗？啊，每月月底的时候，师爷何小辫会过来亮仓，再就没有别人了。哎，你剪得那么好看，我当然去拿给他看一下啦！别闹，回来！哎呀，你给我回来！啊，你是来看姐姐的吧？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我不放心你们，所以过来看看。都还没睡呢。这不英姐姐说自己睡不着，然后非得找我剪纸，这不剪了这么多鸳鸯吗？啊，还说要好好剪一个，然后送人的来着，好像是要送给呵，你给我真的不打扰了。你的伤好了吗？好了，都没事了。那就好。这鸳鸯剪得挺好看的。你能看出来？小妮儿说的吗？我随便乱剪的。黑虎山还好吗？都挺好的。一开始出了点误会，不过后来都解决了。那就好。你有没有？有。哎，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吧。我六叔没有为难你吧？我们相处的挺好的。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解决好。你的伤刚好，天气凉了。刚才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门窗都关紧了。啊。那我你吃饭了吗？赶路的时候吃了一点儿。那你现在饿不饿？香妮妹妹，干啥呀？吓一跳，跟个鬼似的。送给你的。什么呀？不要，拿走。你就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送给你的。哎，你别跑啊！我不要。真是奇怪。大当家啊，这是你让我找的东西，给您拿回来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地图。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一张藏宝图。藏宝图，只不过需要3张藏宝图凑在一起才管用。3张？一份给了我，另一份留在了黑虎山，还有一份则给了秦佛爷沟的当家货郎。货郎，您大寿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来过。是，这个人不像镇山良那样大仁大义，也不像大金牙那样鼠魔狗盗。此人做事亦正亦邪，让人琢磨不定。好在人品比大金牙好得很多，可是他的规矩都带着几分邪气，让人难以接近。能跟他成为兄弟的，也只有天池山的孟石贵。您是想让我去趟秦佛爷沟？不，你先去天池山结识孟石贵，再接近货郎就容易多了。就只是为了宝藏吗？是，也不是。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日本人走的那天，也是刀客终结的那天。10万刀客，绝大多数都是穷困人出身，这笔钱可以作为遣散之用。如果日本人赶不走，也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您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第一，刀客之内良莠不齐，如果早拿出来，恐怕抢钱分钱的就会让兄弟们自己打起来。第二，就算我能买枪买炮，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带领，也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藏宝图不到打开的时候，千万不要3件放在一起。所以这一份，你把它收起来。我收着，这不合适吧？我说合适就合适。我现在仅仅知道的那个藏宝图是在货郎手里，但我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老当家这一招真是聪明啊！怎么讲？当初老当家传位之际，能接任总干手的人只有我和货郎。霍当家刀法果然厉害，上官报领教了。少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刀上的输赢我认。你赢了。老当家只给货郎一支刀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也说明了老当家的高明之处了。刀鞘可以说成是收收货郎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这一收一放，果然高明。当时黑虎山无论是经营操练和山下百姓的生意，我的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货郎。大当家的这个位置，与其说是我赢来的，还不如说是老当家顺水推舟送给我的。如果让货郎做了大当家的位置，恐怕不服的人会更多。也是基于这一点，
老当家才把这个藏宝图分成了3份。如果货郎与我不和，那张图就没用了。老当家的也是用心良苦啊。你记住，取出宝藏之日，便是刀客如日中天之时。所以，您没有立刻率领刀客加入我们，这也是其中的一层意思。我最担心的是，货郎如果与我反道而行，那就不仅仅是人员上的损失。袁世飞，六爷，干嘛呢你？溜达溜达。您怎么来了？啊，吴震兄弟在吗？应该在吧。大哥，啊，这么晚了，你们2个到这儿干什么？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吴震兄弟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准备回清风寨，带上1000人马和所有火器，借这个机会和小鬼子大干一场。兄弟，你不用担心，论单打独斗，你肯定打不过我。但论带兵打仗，我都听你的。2天以后，我带所有兄弟到黑虎山待命。六爷，我替黑虎山3道员，谢谢您了。嗨，六爷，您先回去，这里有我。去吧。叶团长，带着你的2团驻扎在2道园的1线，见着逃兵把他们放过来，但是后面有尾随的日军的话，把他们钉死在那。飞营长，带着你的5营炮营，按原先计划驻扎在原背坡，随时支援2团。杨团长，带着你新编的8营、9营，从正面收拢所有的逃兵，当然你要同时指挥1团从侧后方做好2团的调动防线，明白吗？明白。去吧。是。队长，如果第13军挡不住，您觉得我们一个新兵旅能挡住鬼子吗？吴震不是说他有1个师吗？能管用吗？别小看那些刀客，一个个身强力壮不说，就凭他们对地势了解这一点，就够日本人喝一壶了。您不担心他们把人驻扎到咱们前头，到时候把枪全都劫了去？要是他不抢枪的话，我才真的看走眼了。你我还指望他干什么呀？您的意思是故意让他们到前面去的？你打算那些刀客真的拿着刀跟他们去拼啊？崔旅长真神机妙算呢！你拿着国军队伍的枪去送人情，你可真大方。怎么，军统开始指挥打仗了？的确，这不是我能管的。但是你把这帮刀客们养肥了，你就不怕他们哪天翻过来吃了你？哎呀，我劝你一句，少操点心，操心多了，全把自己给累死。朱排长到，跟我去趟1线阵地，那儿清静。是。队长好，队长好，队长好，然后，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说，今天您在安排防御阵地的时候，只考虑东边的日军，如果有人从晋南一带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想要的是机场，就不可能把我们围死在里面。如果把我们围死在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机场共存亡？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他们要攻打机场，就不可能用重型的武器，一定会给我们一种
缓慢进攻的假象，然后一击毙命。这样，咱们在撤离的时候，也来不及时间炸机场。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腿伸长一点，趁他们的速度还没起来，先打倒他们的锐气。是啊，所以我把3团派过去了。哎呀，但是1个团不够啊，希望包子能想到这一点。还是旅长厉害。你是？军统，暗花。哎，你是谁啊？干嘛呢你？请问这里是玉溪独立旅指挥所吗？啊，是啊。我是《镇中日报》的记者蔡真，从重庆来，想采访一下旅长。这位是《镇中日报》，你是重庆来的？好，你等一下。你们旅长是不是叫崔文奎？对啊，我们旅长是姓崔啊。哎，小姐，你认识我们旅长？蔡小姐，我们旅长正在宴请宾客，请您到会客厅等一下。这边请。蔡小姐，请。蔡小姐，我们旅长请你在这里等一下，他没事了就会过来。我知道了，谢谢。我可以在这里随便看看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明白，不经你们允许，我是不会随便拍照的。那请蔡小姐自便。哎，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连人都没有，很少见哪个指挥所会这么安静的。现在这里只有1个警卫排，其他的人都在城东30里布防。城东30里，洛阳附近的日军难道有动作？蔡小姐对陕州很了解吗？没错，日军已经集合了2个旅团的兵力，现在于益阳一带与我军第13军对峙，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你采访完我们旅长还要尽快离开这里。为什么？13军不成器，你们也保不住吗？那倒不是，主要是担心蔡小姐，万一我们照顾不周，让你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对你不好。好，那就有劳你们了。三種の国軍と行革は密に計画して、もし彼らがつないで防御を組むと、帝国の精神戦略にとっては非常に不利です。組織が厳密で10万人の兵力を持つ行革は三種で巨大な勢力だ。絶対に油断してはいけません。現状を踏まえて、私は増援しない前提で三種の抵抗勢力に電撃的な打撃を打たれる新計画を立てました。そうしてほしい。必ず
帝国軍の精神を確保します。队长，那位《镇中日报》的记者安排在会客厅了。嗯，挺好。那女的看着长得还不错，可那张嘴可够刁的。那是干嘛的？人家是记者，就靠嘴吃饭，你是人家的对手啊？而且他一到就打听您是不是崔文奎。不奇怪，来之前做一些了解吧。那您真的不见一下？你说我见他干嘛？他能给我带来飞机大炮？报告，吕副官出事了。吕副官能出什么事儿啊？他死了。开眼。大哥，昨晚刺客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您看看这封门这个事儿。你以为呢？大当家，我觉得此事不宜再查下去。难道就这么看着日本奸细在咱们山寨里吗？因为一个奸细闹得寨子里所有人都人心惶惶，实在是不值得。更何况，大敌当前，我与豫西独立旅旅长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再在这里耽误些时日，战机稍纵即逝，反倒得不偿失。有些道理呀。可就凭黑虎山的这些人手和崔文奎的一个旅，真的就能挡住日本人的2个旅团？崔文奎在机场附近修的明保暗道极多，且相互之间通联。我猜到日本人是来抢机场的，所以必然不会用飞机重炮。只要我们守住这些地保暗道，日本人就很难再进上一步。既然你们都想好怎么做了，我就不插手了。刘半斤，大当家，别把那些枪割锈了，调给他们，给我狠狠的打鬼子。好嘞。大当家的，暂时先不用。为什么？这次黑虎山倾巢而出，没有后援，崔文奎那里也是如此。如果战事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所发展，那个时候还请大当家的您立刻出兵增援我们。传我的命令，青龙寨4到6支营集结所有人马，每营100支枪，100匹马，配足子弹，随时待命。是。姐姐，姐姐，你怎么了？不想去吗？哎，姐姐这是怎么了？大哥，这么一来，青龙寨可就空了。万一哪杆子刀客想打咱的主意，咱们可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师爷，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你怎么总是想不明白呢？你跟我来。
队长，这小子死了也好，省得每天那么多事儿还得防着他。知道个屁！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共产党、日本人，还是我们自己人？军统怎么想？哎，别拍了！还拍？不是跟你说了吗？在会客厅等着。怎么了？委员长的府邸我们都可以随便进，你们比委员长面子还大。让这些记者给我滚蛋！崔旅长，怎么那么大脾气啊？你好，我叫蔡真，郑州日报的记者。你叫什么？蔡真。蔡小姐，郑州日报。啊，对不起，你长得太像我一位亲人，所以失态了。蔡小姐，有什么公干吗？想请您谈谈，我刚一来就碰上了您的副官被杀这种大新闻。您刚才还说他有军统背景，不知道崔旅长认为是谁下的手呢？这件事情事发比较突然，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所以不管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给重庆一个交代。您这么说，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谁了？暂时还不知道。蔡小姐觉得是谁？我觉得日本人、共产党还有这边的刀客都有可能，总不会是国军内部吧？随便你怎么写吧。蔡小姐是记者，那在打听消息这一方面一定是很灵通。对不起，我刚才说你长得像我一个亲人，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她叫崔文佩。如果蔡小姐能打听到她任何消息或者见到她本人的话，麻烦你转告她，就说这么多年她哥哥一直在找她。谢谢崔旅长把自己的家事告诉我，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洗耳恭听。哎，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的保安团，因为你也看到了外边最近不太平。朱排长，到。叫军医来处理一下现场，然后给蔡小姐安排住处。是。队长，队长，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队长，啊？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那个女的，找人24小时看着她，不能让她出现任何问题，明白吗？明白。咱现在去哪儿？啊？咱现在去哪儿？哦，回旅部。是。高原さん、どうだった？リーがバレちまいました。バカ！人がしたのか？人に殴り殺された。やったのは我々の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誰がやったのか知るか？いえ、それは。もう帰っていい。おい、もう二度とミスをする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白いな。崔旅长，进去说吧。是。你怎么来了？是吴震让我来的。出什么事儿了吗？是这样的，崔旅长，现在就走。对，你必须马上找到崔文奎，把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他。这里的鬼子不会对你动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倒希望他先动手。见到崔文奎，跟他确定3件事：第一，黎刚的尸体现在我的手里，送尸体的人指名道姓是他崔文奎送来的，这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救出来，否则以后会更麻烦。第二，让崔文奎分出一部分兵力，配足枪支弹药。我估计日军起初的行动会很缓慢，适合伏击。地点就定在3道原口往东10里，让他的兵一定要驻扎在道路南侧，见到日本骑兵就开枪。南侧，路的南边可是坡下，哪有打伏击从坡下往坡上打的？再说了，还有打骑兵，这不是送死吗？听我的没错，你尽管说，他会明白的。第3，也是最重要的，日本间谍已经渗透到青龙寨了，而且人数不少。我需要他帮个忙。蔡小姐，我们旅长刚刚交代过，现在局势紧张，县城内又刚刚发生了命案，他担心您太过文弱，万一出个闪失，不好跟重庆交代，所以给您安排了一处安全的地方。等这边稍稍太平了，再找您好好聊聊。我什么时候用他操心了？来人，在。送蔡小姐回住处，24小时保护她的安全。是。请吧。他们这么打，不是让独立旅去送死吗？吴震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而且我对共产党的打法做过一些接触。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我心里也清楚。他们这么打，行吗？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人不够，要是来硬的肯定不行，所以要出奇制胜。你回去告诉他，这次可以听他的。好，崔旅长，那我先回了。旅长，那女的呢？啊，已经派人安排好，看起来了。你这样，再找个人，24小时贴身跟着他。贴身的人，这怎么贴啊？哦，给一线的人传命令，说我们阻击战有变。是。菜包子。田先生，你把尸体交给刀匪。如果他们跟崔文奎取得了联系，那我们的计划不是有漏洞了吗？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崔文奎最薄弱的时候，只要青龙寨不全力支持他，他根本保不住几场。你是说，孙九环和魏时期他们？没错，只要青龙寨的人抽身去攻打他们，先不说他们自相残杀损失兵力，就是时间上，他们也来不及。等皇军拿下机场，他们想要再夺回去，那就不可能了。那让孙九环和魏时期他们直接去攻打青龙寨，不就完了吗？不，他们明知道那么做无疑是送死，
就算带人去攻打青龙寨，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全力以赴。可是，一旦激怒了青龙寨，让上官豹去打他们，出于自保，可就不一样了。田先生，高，实在是高。すぐどこに連絡しろ。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上官本を十分殺せ。はい。二哥，最近听说青龙寨可热闹了，黑虎山也被一个新来的小子做了大当家。大金牙一死，孙九环没少来找我，天天跟我说这个时候要找一个靠山。大当家向来不相信我们，二哥，您怎么打算呢？等着急，我估摸着过2天就有人来找咱们喽。谁呀，二哥？这不就来了吗？花儿哥，孟四哥，别来无恙。水寨主，好久不见，怎么有闲工夫来我这儿来了？替我大哥送信。这次啊，我可是真的把莹儿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们的婚事，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但在此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最疼她的人是我，现在看到别的男人取代我，这心里啊，不是个滋味。你记住，你若对她不好，无论我是做人还是做鬼，我都不会轻饶了你小子。大当家的，你放心吧，我会对莹儿好的。爹，莹儿，莹儿，记着爹跟你说过的话，这青云寨里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一旦有危险，爹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将付之东流。明白。你们收拾收拾，走吧。爹，爹，信送到了，告辞。哎，来都来了，在寨子里玩几天再收费？办完正事儿再说吧。这信上说什么呀？这事儿给咱办。行，拿我当犯人。你们从外面锁上门，进来还敲门啊？
您就是那位姓蔡的从《镇中日报》来的记者吧？你呢？我姓童，叫童铃铛。我就是从山西逃难来的，这不也认识俩大字儿，就在这儿做一小丫鬟。我们旅长呀，怕您一个人待着闷，那就让我呀来陪着您。你直接说监视我不完了吗？你看出来了呀，怪不得他们说让我多防着点儿。那既然您看出来了，那就请您配合一点儿，因为这儿可是独立旅特务连，向来是准进不准出的。你多大了？我20。姐姐您呢？我看您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你们崔旅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呀？那可说不准，这一般呀都是特务连去他那儿，他很少到这儿来的。不过这不马上要打仗了吗？这打完仗呀，他肯定来找你。这样，我也不找他了，你带我去县城里走走，总行吧？不行，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这要现在出去的话，旅长说肯定不能出去。对不起。来，兄弟，来一根，好，最后一根。大海啊，干得不错，谢谢老爷。看见少爷了吗？不知道啊，一大早就走了。去哪了？不知道啊，这2天少爷回来就睡觉，一大早就走，有时候还从厨房拿很多粮食。从厨房拿粮食往外拿败家玩意，他怎么这么败家呢？你记好了，今天晚上他什么时候回来，把他关在屋里，哪都不让他去，记住了？是。老爷慢走啊。你呢？醒！好。朱会长，你给我安排啥活？我不干了，干你个孙子！哎呀，我不是之前交代过吗？让你防着点儿子，他肯定会对你动手。这太过分了！你没交代还要给我捆着吧？赶紧放开我，我不干！哎呀，你再忍忍吧，现在还不行。忍？这咋忍啊？我不忍不了。他在外面忙完了，就肯定还得回来。他要是威胁你呢，你就什么都答应他，明白了吗？我不明白，这我要上茅房，我咋忍？我忍不了。那你就真的忍着了。我不干了还不行吗？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好了啊，现在肯定是晚了啊，多睡觉啊，睡着了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啊，快睡觉，睡觉啊。队长，那个女记者果然跑出去了。派人跟了吗？派了，3拨人。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兵不在多的道理？反正别跟丢了不就行了吗？那我把他叫回来。哎，回来。他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你去告诉3团，让他们把所有的事情。让他进来。你们寨主怎么说？就听你的话。把领头的绑了，其他的你们自行处置。等等，等这个事儿办完了，让你们寨主去一趟黑虎山，
监军到了新当家的。好。队长。哎呀，朱队长怎么样？防线布置的如何了？贺县长，你关心起战事来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就是过来问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我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你也不舍得死。这里哪个开玩笑的？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鄙人绝不含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遇见的刀匪、刀客，他们是不是也来帮助你，共同保护咱们的陕州啊？我叫他们来啊，就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最近老实点，因为现在是抗日的主要时期。那就好，那就好。崔队长，你忙吧，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走了。队长，这老滑头跑到这儿阴阳怪气的，得防着点儿。我派人把他围起来。你不用，现在没有时间管他，等打完这一仗再说。派人去一趟吴镇的阵地，看看他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我已经告诉头连了，让他们把刀客的驻扎点和人数都摸清楚。好。这边走。你是共产党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贺正，是这里县学堂吴先生的学生。来这里干什么？我回答了你的问题，该你回答我的了。我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那你来这里干什么？生病了，
找点药。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就回去吧。二哥、四哥，要是日本人真打过来，你二位怎么看呀？你是怎么打算的？大金牙以下犯上，当初那是自己找死。要我看啊，要是日本人给钱给枪，那也是一条出路啊。咱们没必要投靠日本人，但是咱们可以依靠日本人。等他们给咱们置办齐了，咱们打谁不是打？有道理。王十二和魏十七是怎么打算的？王十二这小子最近一直说生病了，寨门一关，谁也不见。装逼，我觉得也是。不说他了，咱们魔云岭刀客让上官豹给整的，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咱们要是再不抱团，那明年可就剩不了人了。说得对，一会儿你去魏十七的，我们随后就到，大家商量商量，到底跟着谁干划算啊？六叔，六爷，崔云奎怎么说？他说这次全听你的安排。六爷，你带了多少人马？100支枪，1000号人。好，袁大哥，你去将青龙寨、黑虎山还有六爷的人马合在一起，都按原计划行事，地点你知道的。好。哎，兄弟，那我呢？六爷，你分兵100去3道园园口打伏击，其余的人马您亲自带上青龙寨。去青龙寨？对，到了青龙寨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大当家的，一步都不要分开。好，我现在就去。大当家的安危就交给您了。兄弟，放心吧，除非我死了。那我能做点什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好好养伤。希望一切顺利。军歌吟唱大刀环，四面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再背一遍。军歌吟唱大刀环，四面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好嘞，明天我再教你们一手，背会了还要吃的。你们回去吧。谢谢哥哥。等等，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对。为什么？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不认识。那没事了。吴震。我说，你听着。我把你打晕，
外面还是有人跟着我，明显是他们做的套，对不对？这我哪知道呀？我就是来伺候你的，我也不知道这还得挨打，还得跟着你的事儿。所以我没猜错的话，我走了以后，他们来找过你，并且告诉你以后要怎么对付我，是吗？这你都知道了，那姐你就放了我吧，我就是一逃难的。你在这里1个月挣多少钱？1块银元，还有1斗小米。我给你加2块银元，但是你要明里听他们的，暗里听我的，可以吗？可以可以，你只要放了我，我啥都听你的。给你放，只要你听话就好。我听话听话，你赶紧放。给你给我解开。二哥、四哥，那我先去长春岭等二哥、四哥。当家的，我回来了。他说把带头的绑了，其他人任凭您处置。老九，等一下，四哥。四哥，你这是干嘛呀？四哥，四哥，二哥，我四哥这是干嘛呢？这是。二哥，一会儿啊，我得先去一趟湖镇呐，你给我当个理论。二哥，别害怕，不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敢不敢动我的人。二哥，我不行。二哥，二哥，过来。就，就，就，话说，孟子说，你小子就是吴镇吧？我看看，长得还算周正啊，比那个大金牙强多了。那大金牙他就该死。话说，您今天来这儿不会为了说这些吧？男人说话，女人不要插嘴。